如果不疯狂，我们怎么证明对彼此的爱呢？在他看来，只有豁出性命的人才配谈爱情，但这种疯狂的爱一旦走极端，不管对方多坚强，最终都会受到深重的伤害。这就是玛丽婚后的生活。外人看来，她们是让人羡慕的金童玉女，但只有玛丽自己清楚，她丈夫的控制欲已经达到了疯狂的地步。玛丽的一切都在她的监控之下，连平时的穿着、背什么包都要听她的。她甚至不允许和异性交流，一旦让丈夫不满，她就要遭受暴力对待。这种地狱般的生活让玛丽快要崩溃。她曾尝试逃离，但每次都被丈夫找回。她求丈夫放她一马，但在丈夫眼里，这些都是为了保护她，因为他太爱玛丽。他无法容忍玛丽和其他男人说话，也不允许玛丽受到外界的伤害。有一天在画画时，玛丽被一则新闻吸引了注意。新闻中的男人名叫徐正元，他是一名优秀的整容医生，在他的技术下，给客户换脸绝对没问题。这让玛丽看到了一线希望。第二天她出门逛街，丈夫如预期派了2个保镖负责监视她。玛丽停在一座大厦前，说自己要去看画展，让2个保镖在门口站岗。可是保镖们没听玛丽的，跟了进去，跟着玛丽进了大楼。玛丽急忙按了电梯，直奔8楼的展厅，但她并没有在那里停留，接着走楼梯到了7楼。原来7楼是那个整容医生的工作室。趁保镖没跟上，玛丽抓紧时间，她请求医生给她换个脸，不管好看与否，只要能让她不被识出就行。但郑源医生拒绝了，他解释只做事故后的面部修复，对于像玛丽这样天生丽质的人，他建议可能更需要心理咨询。玛丽看出郑源误解了他的意图，玛丽眼含泪光急切地解释。看着玛丽那副真诚的表情，郑源沉默了。那晚，玛丽在家里回想着白天的经历，医生的拒绝让她再次失望。这时丈夫的声音从后面传来，玛丽条件反射般的感到恐惧，手一抖打碎了手中的盘子。丈夫急忙看她有没有受伤，确认她没事后，她才放心。他轻轻掠过玛丽的秀发，赞美她的颈部线条异常迷人。他感到非常欣慰，因为玛丽只属于他一个人。随即热情地吻了上去。玛丽内心的厌恶已经到了极点。就在那一刻，玛丽心中酝酿起一个大胆的逃离计划。她究竟有多讨厌自己的丈夫呢？丈夫吻了她的脖子，她跑进厕所，忍不住吐出了隔夜的饭。想到丈夫摸过的秀发，她拿起剪刀，疯狂地剪掉自己的头发。她之所以这么反感，是因为丈夫家暴且控制欲极强，简直是个变态。玛丽情绪稍微平复后离开卫生间，发现地上有一条项链，丈夫命令她戴上，然后一起吃晚饭。玛丽再也忍不住了，虽然没有完善的逃跑计划，但她还是冲出了家门，在大雨中无目的地走，最后因为淋雨和体力不支在路边昏倒，恰好昏倒在医生郑源的门前。郑源认出了玛丽，便把她带回了家，还贴心地拿了妻子的衣服给她，让她换上。另一边，玛丽的丈夫发现她不在了，而且她的手机也关机了，这让她无法用手机找到她，只好去找。丈夫看着水池里的剪刀和头发，只能对着镜子发泄怒气。他决定一定要找回玛丽。殊不知，此时玛丽正对着一个陌生男人，脱掉了衣服。郑源看到玛丽身上的伤痕，眼里满是惊讶。玛丽请求郑源帮她换个面孔，这样才能逃离丈夫的控制。这时外面有人敲门，玛丽吓得像只惊慌的兔子，她怕是自己的丈夫已经来找她了，但来的只是郑源的同事。医院那里出了个急事，郑源叮嘱玛丽等他回来再继续谈。玛丽感激地目送郑源离开，然后换上了郑源准备给她的衣服。突然她想起了还在医院的母亲，因为丈夫曾拿母亲的安全来威胁她。玛丽放心地走到电话亭，打电话给医院。医院那边说她母亲的状况突然变得很糟，催她尽快过去。玛丽二话没说，急忙打车直奔医院。没想到这都是丈夫设的陷阱。玛丽到了病房，看到母亲其实安然无恙，她才放下心来。转身却看到丈夫就在不远处，她正笑眯眯地看着她。就这样，她又被丈夫带回了家。尽管再次被丈夫打得遍体鳞伤，她内心的逃离欲望却丝毫未减。几天后，玛丽去了母亲所在的疗养院，悄悄地将母亲从疗养院带走，把她安置在一个秘密的地方。丈夫后来在车里找到了玛丽留下的遗书和她的结婚戒指。玛丽了解到，丈夫在她手机里装了追踪器，故意打开手机电源，然后开车到了海边，把装有衣物的包和手机留在岸上，制造出跳海自杀的假象。丈夫通过追踪器很快就追到了海边，看到地上散落的衣物，手下们都以为玛丽已经跳海自杀了，但丈夫坚信玛丽不会自杀，他大声呼唤着妻子的名字。这时候
他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预感，转身望向身后的森林。玛丽正好在森林中逃跑，天开始下起了大雨，玛丽脚一滑跌了下去。她刚想爬起来拿手提包，却发现丈夫已经追到了近前。为了避免被丈夫发现，玛丽只得放弃手提包，向山下疯狂奔跑。她终于跑到了路边，但没有一辆车愿意停下。她焦急地原地打转。这时一辆车从远处驶来，玛丽不得不冒险跑到路中间去拦车。汽车停了下来，车上的人居然是郑源。为了逃离家暴丈夫，故意将手机和衣物留在海边，伪造了跳海自杀的假象。之后她找到了整形医生，请求医生给她换一个新面孔，这样就能完全摆脱丈夫的控制。医生了解到玛丽的情况后，决定破例帮她进行整容手术。手术前郑源询问她想变成谁的样子，玛丽说她没有特别的要求，只要长得不像现在就行。医生听后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便开始进行手术。与此同时，丈夫仍在不懈寻找，他发誓只要玛丽还活着，无论她逃到哪里，他都必须找到她。最终他的手下在山中找到了新线索，丈夫听说后立刻赶往那里。手下发现的正是玛丽逃跑时掉落的包包，钱包里有玛丽的各种证件和现金，这让丈夫更加确信玛丽还活着。与此同时，玛丽也几乎康复了。医生带着忐忑不安，小心翼翼地给她拆去脸上的绷带，看到了玛丽整容后的新面孔。医生虽然心里有所准备，但仍被震惊得一屁股坐倒在地，因为他没能控制自己的私欲，把玛丽的脸整成了自己故去妻子的样子。而玛丽对此却一无所知，她完全沉浸在获得新生的喜悦中，拥有了这张全新的脸。她相信丈夫再也无法找到她，但她可能低估了丈夫的手段。丈夫坐在家中，努力回忆起妻子失踪前的一切细节。这时他突然记起，玛丽之前曾穿过的那件紫色连衣裙，正是上次医生借给玛丽的。看着这件不是妻子的衣服，丈夫意识到自己找到了关键线索，因此他特地收买了一名警察，请求他帮忙查一下紫色连衣裙的来历。只要能找到这件衣服的主人，就有可能追踪到妻子的下落。警察的调查显示，这件连衣裙是限量版，全球仅发行了30件。在警察的强压之下，店员不得不透露购买这款裙子的30位客户的资料。现在只需逐一调查这些人，那些拿不出这条裙子的人很可能与玛丽的失踪有关。而在另一边，玛丽换了新面孔后却遇到了新的问题，因为她把手提包丢在了山上，现在她一文不名，没办法，只能再次上山找手提包。没想到碰见丈夫的手下也在搜寻，自己差点被他们发现，无奈之下只好放弃。之后她试着找工作，发现自己除了画画一无所长，什么都不擅长，肚子越来越饿，硬着头皮去了好友家楼下，希望能向好友借些钱渡难关，却发现丈夫已经来过这里。看到丈夫，玛丽吓坏了，虽然她换了张新脸，内心的恐惧仍旧未消，害怕被认出来，玛丽急忙掉头离开。不知情的丈夫不巧跟在后面，玛丽因过于紧张，不小心和赶来的警察撞上了。玛丽被撞倒，没敢抬头，捡起包包准备快速离开。为了躲避家暴的丈夫，她决定接受整容手术换脸。本想开始新生活，却在街上偶遇了丈夫。尽管换了新脸，内心的恐惧依然存在。正当她想快速离开，丈夫却在后面叫住了她。玛丽吓得半死，以为自己被认出来了。丈夫其实是捡起了地上的钱包。丈夫好奇，为何这女人如此紧张？幸好她没多想，转角处的玛丽已吓得腿软。到了晚上，玛丽一文不名坐在公交站台，完全不知下一步怎么办。那时天突然下起了大雨，躲雨的玛丽遭到2个醉汉的调戏，3人的争执最终闹到了警察局。没办法，玛丽只能再次给郑源打电话。郑源了解到玛丽的情况后，便把玛丽带回了家，还贴心地安排了一个单独的房间给她。为了感谢郑源，玛丽特地早起做了丰盛的早餐。看着眼前和已故妻子长得一模一样的玛丽，郑源有些恍惚。2人在餐桌前忙来忙去，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和谐。与此同时，玛丽的丈夫已经开始根据名单上的人进行排查，只要有人拿不出那条紫色连衣裙，就很可能与玛丽的失踪有关。在另一边，郑源的好友海拉来家里探望，听到动静，他转头一看，海拉一见玛丽的面容便吓了一跳。郑源见状急忙把她拉到门外。海拉追问郑源，屋里那女人是谁？为什么和他已故的妻子长得一模一样？郑源沉默不语。海拉渐渐猜到了原因，她简直不敢相信郑源竟然做出了这种疯狂的事。这要是传出去，郑源的医生生涯可能就此结束。
屋内的玛丽也感到了不对劲，她走进了郑源的卧室，看到相片中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，她终于明白了，原来郑源把她的脸整成了他已故妻子的模样。第二天，玛丽准备了一大桌子菜，想向郑源道别。虽然她非常感激郑源所给的帮助，但她不想自己的外貌给郑源造成麻烦。正当这时，玛丽的丈夫突然出现了。他曾帮助过我升入1年级，还曾为我劈过柴。说真的，丈夫二话不说就冲进屋里，玛丽吓得赶快躲进浴室，紧紧捂住嘴巴，生怕发出声音。结果还是被丈夫听见了。关键时刻，郑源挡住了他，说他妻子正在洗澡。没有办法，丈夫只好让郑源找出妻子的衣服。浴室里的玛丽听到后吓坏了，因为郑源妻子的那件衣服此时正在她丈夫的手中，但外面的丈夫却不敢相信，因为在郑源家的衣柜里真的找到了一模一样的裙子，这表明他们找错了人。没办法，两人只得悻悻地离开。丈夫怎么也想不通，明明是限量30件的裙子，他手里有1件，为什么其余的30个买家都有？原来郑源的朋友海拉也是那30个买家之一，丈夫刚从她家查过。海拉不经意间看到丈夫掉落的名单，发现最后一家要去的正是郑源的家，想到郑源的妻子也买过这条裙子，海拉马上意识到了问题，于是找了个快递员，急忙把自己的裙子送到了郑源家里。她成功骗过了丈夫，但丈夫很快察觉到了不对劲。在30名买家中，他见过所有人除了最后一家，最后那家他没见过主人。到了晚上，情绪稍稳的玛丽正打算和郑源告别，门铃声突然响了起来，是丈夫又来了。结婚5年，却天天遭受家暴。他来到海边，伪造了自杀的假象，之后去医院做了整容。看着镜中的陌生面孔，玛丽以为自己终于逃脱了丈夫，但此刻敏感的丈夫已经追到门口。郑源愤怒地走了出去，质问丈夫来意何在，丈夫却要求见郑源的妻子。郑源越阻止，他越怀疑，两人争执不休。玛丽鼓起勇气走了出来，丈夫看着眼前这个陌生女人，彻底惊呆了。他不知道玛丽正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恐惧。郑源见状急忙把她抱入怀里，丈夫没有发现任何线索，只得不甘心地道歉离开。玛丽不想再给郑源添麻烦，第二天一大早就离开了郑源家，拿着郑源给的钱租了个小房子，决定靠画画谋生。接下来的几天，玛丽和郑源虽未见面，但心里还是忍不住想着对方。而那边不死心的丈夫，于是警察再次调查了那30名买家的详细资料。这次调查果然有了发现其中的夏金和海拉居然是朋友，这让丈夫又开始怀疑。第二天，他便去了海拉的工作室，问东问西都围绕着那件紫色连衣裙。海拉虽然表面镇定，心里却是虚的，她的回答漏洞百出。同时他发现这男人竟是韩国首富的儿子姜仁旭。仁旭问完后就直接离开了，他确认那个叫夏金的肯定藏着猫腻。海拉也来到了郑源的家，告诉郑源不要再帮玛丽，因为她的丈夫权势滔天。但郑源不仅不听，反而让海拉帮忙给玛丽找个更好的去处。海拉听后简直不敢相信，郑源没有多说，就直接离开了。为了让郑源死心，海拉只好透露了关于夏金的真相。原来夏金出车祸前就已经背叛了他们的爱情。海拉看着毫无反应的郑源，简直不敢相信，原来郑源早已知晓夏金的事，但他依然如故的爱他，爱到现在。这让暗恋郑源的海拉无法接受。郑源对妻子夏金的事也感到遗憾，当年他其实已经猜到妻子的心意了，尽管害怕失去她，最终还是让妻子离开了。或许如果那天他阻止了他，妻子就不会遭遇那场车祸。如今一个和夏金很像的人重新出现在他生活中，他不想再留下任何遗憾。在与玛丽相处的日子里，郑源意识到他爱上了玛丽，于是他决定去玛丽家。两人目光相对，眼里满是彼此的思念。他们一起去餐厅用餐，玛丽也向郑源坦白了她丈夫的来历。她的丈夫是韩国首富，手段极其狠辣。在与丈夫的5年婚姻中，她试图用尽一切办法离婚，无论是报警还是求助律师，最终都被丈夫的手段所压制。因此她不希望郑源因她而陷入危险。但郑源已经准备好与姜仁旭斗争到底。他请朋友何浩帮忙调查姜仁旭的背景。姜仁旭出身顶级财阀，背景神秘，连他家的合照都难以找到。何浩动用了所有关系，终于弄清了姜仁旭的详细信息。何浩离开后，郑源急切地打开了文件袋，里面的照片令他震惊。姜仁旭那已故的母亲竟和未整容前的玛丽长得极其相似。郑源心中有数，这绝非巧合，而这背后的真相
还得从江仁旭的童年说起。这是丈夫第996次对她施暴，5年的婚姻，只要妻子稍微违背他的意愿，每次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抬起巴掌，每次都让他遍体鳞伤。但奇怪的是，他却从不对妻子的脸下手。原来在他小时候，他的父亲就经常在他面前殴打母亲，小小的他只能躲在角落里发抖。无法忍受的母亲选择了逃离，但父亲总是用他来威胁母亲，迫使母亲返回。母亲终于承受不住，在他面前选择了自尽。他伤心欲绝，但无能为力。从那以后，他开始痛恨自己的父亲，但没想到的是，父亲的行为深深地影响了他。长大后，他变得暴躁易怒，时常回忆起母亲的死。在一场画展上，他看到了长得和母亲一模一样的玛丽。江仁旭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也是从那天开始，江仁旭开始疯狂地追求玛丽。刚结婚时，他们非常幸福。江仁旭真心爱着玛丽，但爱得越深，他的控制欲也越来越强。直到他第一次打了玛丽，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了曾经最讨厌的父亲。他对玛丽的爱最终变成了伤害他的工具。也因为玛丽的长相和母亲相似，所以每次家暴时，他都刻意避开她的脸。玛丽也像当年的母亲一样，想方设法想逃离他，甚至不惜接受整容手术改变脸庞。但丈夫还是不愿意放过她，不管玛丽躲到哪里，他都要找到她。尽管整容后的玛丽面目全非，但她那敏感的丈夫还是从一些小细节中察觉到了她，并且确信这名叫夏金的女人肯定和玛丽失踪有关。警方也找到了关键线索，原来夏金因为5年前的严重车祸变成了植物人，但他那天见到的夏金却安然无恙地站在他面前。这种违反常理的情况让江仁旭更加怀疑，他立刻开车直奔夏金所在的疗养院。但他进去之后看到的却是郑源的面孔。原来是疗养院的人把情况告诉了郑源。郑源得知后就第一时间赶到了这里，并修改了夏金的病历。这场较量又是郑源勉强赢了一筹，但细心的江仁旭还是发现了蛛丝马迹。病历上标注的夏金苏醒日期居然和玛丽失踪的日期一模一样。他不相信这世上会有这妖巧的巧合。第二天，他来到了夏金的画廊，希望从这里找到一些线索，但这里的员工却是海拉。海拉说夏金最近在忙于创作，以此为由拒见。江仁旭一挥手，手下立刻递上了账单。原来支撑画廊的财团正是江仁旭背后的金主。如果他见不到夏金，那他背后的财团将不再与画廊合作。这样一来，本就亏损的画廊会更难维持。海拉没办法了，只好去找郑源，希望他能劝玛丽，让他以夏金的身份去见江仁旭。但郑源坚决拒绝了，宁愿画廊亏损，也不要玛丽再受伤害。他绝不让玛丽再去见那个恶魔。海拉见劝说无效，就背着郑源偷偷联系了玛丽，希望玛丽能扮成夏金去见一下江仁旭，还谎称这是郑源的意思。海拉这样对他说，玛丽心里虽然害怕，但为了郑源，她还是答应了。为了不让丈夫察觉，她向海拉要了夏金的详细资料，开始模仿视频中夏金的样子，从头到脚彻底变成了夏金，发型妆容一应俱全，连夏金走路的样子都模仿得很像。一走进大楼，她就变成了那个美丽自信的夏金。她全力以赴地扮演这个角色。为了逃避家暴，丈夫甚至整容换了脸。尽管知道丈夫认不出来，但面对丈夫时，她还是很紧张。好在之前的练习让她有所准备。玛丽举止从容，完全变了一个人。她镇定地向丈夫介绍油画。突然，玛丽的围巾滑落露出了脖子，她突然慌乱起来。丈夫也感觉到了异样，这熟悉的线条是玛丽的无疑了，但为何脸却完全不同？她冲到卫生间，用冷水不停地洗脸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当她再次出现时，玛丽又恢复了她的从容和优雅。丈夫紧盯着玛丽的眼睛，试图从她身上找出漏洞，但玛丽表现得毫无瑕疵。在签完画廊合同之后，玛丽微笑着送江仁旭离开。电梯门一关，玛丽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她准备回家时，恰好在楼下碰到了郑源。看到玛丽这身打扮，郑源猜想她肯定见了丈夫。这时的玛丽撑不住了，倒在了郑源的怀里，所有的委屈都变成了泪水。郑源看着也心疼极了。玛丽这么做的原因，显然是海拉搞的鬼。他愤怒地找到海拉，严厉批评她的行为让她失望。郑源的话深深伤害了海拉。海拉暗恋郑源多年，她从没想到郑源会因为一个才认识几天的女人而和她翻脸。她不想再压抑自己的情感，晚上去郑源家表白，但郑源告诉她一直把她当家人。与此同时，江仁旭拿出手机，原来他早在郑源家附近装了摄像头。看到海拉被拒的一幕后，江仁旭觉得
找到了突破口。这种陷入情感困扰的女人，说不定会泄露一些重要的秘密。第二天，他约了海拉出来，没多说什么，直接向海拉抛出了诱惑。只要海拉愿意帮他，不仅仅是解决现在的问题，他甚至能帮海拉得到国家级的美术馆。这个刚被郑源伤害的女人，竟然真的转头到了江仁旭这边。第二天，玛丽收到了海拉的电话，海拉以有急事为由叫她出来见面。玛丽在约定的餐厅等了好久，却始终不见海拉出现。出现在她面前的，却是那个可怕的江仁旭。玛丽立刻感到紧张。江仁旭故意问她为什么今天没戴围巾。玛丽听后下意识摸了摸脖子。面对江仁旭那锐利的目光，玛丽感到越来越不安。就在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，突然有个人影走了过来。玛丽抬头一看，看到的是郑源那张温柔的脸，这让玛丽立刻感到自信。郑源随后递过来一份解约书，宁愿画廊面临倒闭，也不愿让妻子再和江仁旭有任何关系，然后拉着玛丽就要离开。但玛丽犹豫了，她想到这个画廊是夏金生前倾注所有的地方，她竟然拒绝了郑源的决定。三人最后坐下来共进晚餐。江仁旭故意用言语激怒玛丽，提到他那失踪的妻子，说他深陷爱河却浑然不知。玛丽果然上当。玛丽情绪化的回应也让他觉得有些不对劲，幸好郑源及时出言干预。玛丽见状赶忙调整态度。晚饭后，郑源送玛丽回家，两人依依不舍，像热恋中的情侣。最终郑源还是开车离开了，但他没留意到的是，江仁旭的车早就悄悄跟踪过来了。一个女人正准备上床睡觉，突然看到窗户前闪过一个人影，那人竟是她那施暴的丈夫。听到丈夫粗暴的敲门，玛丽惊慌地躲到角落。下一刻，丈夫破门而入，房间里的熟悉油画映入眼帘。丈夫立刻认出这是他妻子的玛丽·索华。他努力压抑内心的愤怒，喊玛丽出来跟他回家。角落里的玛丽不敢出声，但最终还是被丈夫发现了。玛丽强忍恐惧对他说，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，但那些油画就在眼前。丈夫确信有人把玛丽藏了起来。两人近距离对视，丈夫突然发现夏金的眼神和玛丽的极为相似，他不敢置信地质问对方到底是谁。关键时刻，感到不对劲的郑源及时赶到，冲上前一拳把他打倒在地，然后赶紧拉着玛丽逃了出去。不甘心的丈夫抓起旁边的木棍，紧追不放。郑源拿出手机让玛丽报警，然后站起来与江仁旭对峙。两人很快展开激烈打斗，身强力壮的江仁旭很快就把郑源压倒。就在这时，楼下响起了警笛声，江仁旭的手下及时把他带离现场。郑源和他的同伴这才脱险。逃走的丈夫心急如焚，明明到处都是努力的痕迹，但就是找不到他。还有那个名叫夏金的女人，怎么总感觉那么熟悉呢？真相似乎触手可及，却始终摸不到的感觉，让他情绪崩溃，只能对着栅栏狂打。晚上他又去找海拉，看到江仁旭手上的伤口，海拉感到好奇，难道他刚和别人打架了？江仁旭直接追问，为什么画廊老板夏金会住在贫民区的房子里？如果海拉真的想合作，就该把真相告诉他。面对逼迫的江仁旭，海拉感到害怕，但更多的是同情。他很理解江仁旭那种得不到爱的感觉，即使他找回玛丽，也找不回之前的爱情。海拉渐渐变得柔情似水，慢慢靠近江仁旭的脸，但关键时刻被江仁旭推开。他不会背叛玛丽，只好匆忙离开。另一边的玛丽看着因自己受伤的郑源，感到自责和愧疚，不能再让郑源陷入危险。趁郑源睡着，悄悄带着行李离开，打算去外地开始新生活。郑源醒来发现玛丽不在，角落的行李也不见了。郑源立刻想到玛丽要离开，急忙开车去车站。在玛丽即将上火车时，郑源及时赶到，把她抱住。郑源说，他知道玛丽在担心什么，不管她面对什么困难，都不如失去你来得让人心痛。玛丽被郑源的真情所感动，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，直到旁边的火车慢慢开过。为了防止再发生这种事，郑源直接把玛丽带回了自己家。当江仁旭得知这件事后，他派出了手下，开始对两人进行全天候的监视，并加强了调查的力度，决心要挖出更多有用的信息。玛丽也感觉到了事情不对劲，不管去哪里，总感觉周围有很多眼睛在看着自己。觉察到自己被江仁旭监视了，两人决定以计还计，开始像普通夫妻那样甜蜜生活，这让本来就有好感的两人感情更加深厚了。那一天，郑源的好友何浩意外见到了玛丽，他的表情突然变得很奇怪，不经意间喊出了夏金的名字。海拉只好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他。虽然明白眼前这位女士不是真正的夏金，但何浩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。他从抽屉里
拿出一张照片，是郑源和夏金的合影，而被折叠起来的那一角竟是何浩自己。郑源的手机突然收到了一条彩信，照片里是他已故的妻子和另一个男人的暧昧场景，照片中的男人正是他最好的朋友何浩。这样的打击让郑源当场愣住了。回忆起妻子车祸前的日子，他总是找各种理由出差，而何浩作为同事和好友，似乎总是巧合的请假。原来从那时候开始，他就已经得到了那个大礼包。手里的这些照片正是江仁旭调查后发给他的。当看到夏金的出轨对象是何浩，海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但几次接触下来，江仁旭觉得夏金不像会出轨的人，所以他想从海拉那里得到真相。但海拉始终没出卖郑源和玛丽，只是一直劝江仁旭放下执着，说不定你的妻子现在已经爱上别人了。这时海拉才意识到这个男人的可怕，在他眼里这已经是生死攸关的事了。另一方面，郑源把何浩叫了出来，直截了当地问何浩是否与夏金有染。虽然夏金已经去世，何浩本想死不承认混过去，但下一秒郑源手机里的照片让何浩哑口无言。看着事情败露，何浩愤怒又羞愧，说这些没有任何意义，于是决定与何浩断绝关系，失魂落魄地往家走，却看到海拉一直在院子里等他。他又一次劝郑源放弃玛丽，因为一旦被江仁旭发现，你会有生命危险。但郑源仿佛没听见。海拉气得半死，为了让郑源彻底放弃夏金那张脸，海拉又爆出了一个震惊的秘密。原来夏金当年并没有死，他故意去医院把郑源的孩子打掉了，之后装作流产的样子，在郑源面前装得悲伤绝望。这就是他深爱的人的真实面目。等海拉离开后，郑源痛苦地跪在地上，他一直深爱的女人竟然会亲手结束自己的孩子的生命，然后装作一副无辜的样子。这时玛丽听到外面的动静走了出来，看到郑源在院子里痛苦地跪着，玛丽急忙过去询问发生了什么。结果极度伤心的郑源把玛丽当成了夏金，他质问玛丽为什么这么对待他。面对疯狂的郑源，玛丽选择默默承受一切。发泄完毕的郑源这才回过神来，突然意识到面前的是玛丽，不是夏金。面对已经哭成泪人的玛丽，郑源留下一句对不起就离开了，回到楼里把自己锁在房间里。玛丽站在房门外，听着郑源在房间里的哭声，突然意识到郑源对她的感情可能只是因为她长得像夏金。郑源心里真正爱的还是夏金，这让玛丽感到自己是多余的。所以第二天她又做了一桌子饭，想要和郑源正式告别。但在玛丽开口之前，郑源已经先开口了，这让玛丽眼眶瞬间湿润。她内心曾有那么一丝幻想，但现在看来郑源真的不爱她，她也没有留下的理由了。虽然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，玛丽还是毅然决然地站起身离开。玛丽走后，郑源感到异常难过。他这时才发现，相比之前的夏景，眼前这个真诚而善良的玛丽才是他真正爱的人。于是立刻追了出去，在雨中看到了坐着的玛丽。郑源二话没说，直接把玛丽紧紧抱在怀里，两人终于真正的走到了一起。与此同时，江仁旭突然从梦中惊醒，望着窗外的瓢泼大雨，江仁旭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难受。一天亮就来到了郑源的家门口，威胁他必须说出玛丽的下落。他身为南韩的顶级财阀，却有着极端扭曲的爱情观。在他看来，爱情不是相爱就是死亡。这样一个偏执狂热的财阀，自然让人感到恐惧。所以看到江仁旭威胁郑源时，玛丽感到非常紧张。为了不连累郑源，玛丽决定再次见江仁旭。她再次化上精致干练的妆容，前往江仁旭的公司。刚到公司楼下，就碰到了江仁旭的父亲。虽然玛丽已经换了面容，但见到这个暴虐的公公，内心还是不由自主地感到害怕。两人擦肩而过时，公公突然叫住了他，问他是不是那个画廊的老板夏金。他向玛丽发问，究竟掌握了他儿子的什么秘密，竟让儿子不顾一切的坚持要投资那个不值钱的画廊。玛丽听后尴尬的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时江仁旭突然出现了，迅速把玛丽拉到自己身后。在父亲惊讶的目光中，江仁旭带着玛丽离开了。他们走进了办公室，玛丽主动从包里拿出了一张照片，坦诚自己确实做了对不住郑源的事。现在郑源因此非常痛苦，所以他请求江仁旭放过郑源，作为交换，他会帮助江仁旭寻找他失踪的妻子。但狡猾的江仁旭开始故意玩弄自己的袖口纽扣。玛丽见状，表情突然变得异常，原来这是他每次准备打玛丽前的动作。江仁旭紧盯着玛丽，这时的玛丽已经紧张到流汗，他赶忙说完要说的话，然后起身准备离开。但江仁旭觉得有哪里不对，追上前把玛丽堵在墙角，盯着眼前的女人。
江仁旭心里一直觉得有哪里不对劲，但就是想不出问题在哪。很快他又找到了新的突破口，他命人把何浩带到一处偏僻地方，质问他是否知道玛丽的下落。何浩虽然知道现在的夏京就是玛丽，但已经一无所有的他已经无所畏惧，所以不要指望从他那里得到任何有用信息。江仁旭听后却笑了，命手下拿出视频给何浩看。视频内容让何浩完全慌了，原来那年夏京车祸的时候，何浩也在车里，但为了自己的未来和声誉，他选择了不报警，独自一人抛下昏迷的夏京离开了。江仁旭耗费巨大人力物力，终于从当时对向行驶的货车司机的记录设备中获取了这段关键视频。何浩被江仁旭抓到了把柄，开始焦急万分。他无意中说出的话让江仁旭突然明白了一切，还有一个暗地里的主谋。如果真正的夏京已经去世，那么现在郑源身边的夏京是谁呢？他飞快驱车赶到玛丽曾经住过的阁楼，用砖头砸开门锁进去，在屋里的镜子上发现了2枚清晰的指纹，立刻让手下去比对。手下很快就有了结果。听到这个结果，江仁旭情绪崩溃，像个孩子一样跪地抱头痛哭。海拉看到这样的他过去抱住他，但天真的海拉低估了江仁旭的疯狂。这是我见过最张狂的富二代，整天指手画脚，嚣张跋扈。得知夏京其实是他妻子玛丽后，江仁旭的恨意达到了极点。他拿出手机对准海拉，命令海拉打电话将玛丽骗来。海拉表面看似服从，但内心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。看着计划即将失败，江仁旭自己拿起了电话。一直到事情暴露了，玛丽立刻慌了。江仁旭威胁要害海拉，逼他出面见自己。为了保护海拉，玛丽决定接受命运。他没告诉郑源就去了画廊，坦白说他就是玛丽。江仁旭含泪警告他，尽管玛丽换了面容，他依旧深爱着玛丽。玛丽却把他推开，他已经失去了爱的面孔，所以他希望江仁旭能释放他。但江仁旭怎会同意？他说可以把他的脸变回来。玛丽没料到眼前这男人竟如此疯狂。郑源醒来发现玛丽不在，看到留言猜到他去找江仁旭了，他急忙开车去画廊。到了只见海娜昏倒在地，这时江仁旭已经把玛丽带到秘密别墅。玛丽哀求丈夫放过她，丈夫却笑着说会尽力原谅玛丽，他们会像以前一样幸福生活。但她无法原谅郑源，怪他诱惑别人的妻子，还给人换脸。丈夫决心让她付出代价。看着丈夫的凶狠样子，玛丽坐不住了，她说这都是他的主意，与郑源无关，恳求丈夫不要伤害郑源。但丈夫看她这么紧张，只觉得更气，想到妻子竟然在意其他男人，这更坚定了他杀掉郑源的决心。但现在最紧急的是得赶快让玛丽恢复原貌，如果让父亲看到玛丽现在的样子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但手下咨询了多方，所有的整容专家都表示无法让玛丽恢复原状。江仁旭无奈之下又找到了同事整形医生何浩，命令他把玛丽的面容整回去。但何浩表示这种高难度的手术除了郑源外无人能做。江仁旭只好将郑源带到了他的私人医院，同时又把玛丽也带了过来。两人久别重逢，目光中满是爱意与关切，这让旁边的江仁旭更加愤怒。他不想再多说废话，告诉郑源如果想保命就得把玛丽的脸恢复原状。他已经为郑源准备好了手术室和助手，给他们1个小时时间决定是做手术还是让郑源去死。随后手下推他们进了手术室。为了保住郑源的命，玛丽请求郑源把他的脸整回去，但郑源拒绝进行手术，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愿意，眼睁睁看着玛丽再次受苦。正当丈夫打算对郑源动手时，玛丽突然站了起来，为郑源辩护，说她之所以不愿做手术，这是因为她长得像她故去的妻子夏京。玛丽说她已经想开了，愿意回到丈夫身边。江仁旭搂着玛丽一起离开了，留下郑源在手术室里狂乱挣扎。不久后，手下给江仁旭打电话，说找到了可以做手术的医疗团队，但需要等3个月。但江仁旭等不了那么久，如果让父亲发现了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他刚说完，第2天，父亲就找到了玛丽的藏身之处。公公拿起花瓶砸向玛丽，丈夫及时出现挡在前面，挡下了花瓶。看着变了脸的玛丽，公公气愤地让她滚出家门。丈夫为了保护玛丽，与父亲决裂，警告父亲不要再欺负玛丽，否则他会亲手毁掉父亲的商业帝国。父亲离开后，江仁旭蹲下来抱住玛丽，安慰她不用害怕，承诺以后会好好对她。但玛丽不再相信这些，这样的承诺她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但每次都还是会打她，想着外面还有等着她的真命天子。
玛丽决定一定要离开他。晚上趁丈夫睡着，玛丽悄悄来到画室，从笔袋夹缝里拿出一张内存卡，内存卡里有她偷拍的家暴证据。有了这个证据，她可以重获自由。正在这时，丈夫的身影突然出现在她背后，突然间她抢走了内存卡。看到那些殴打玛丽的视频后，强烈的愧疚感瞬间覆盖了全身，但很快她的眼神又变得冰冷。原来玛丽之所以回家，只是为了取回那张藏在家中的内存卡。她让玛丽像以前那样向她道歉，如果道歉她就会原谅玛丽。但玛丽不愿再重复过去的生活，她站在那里一言不发。画面突然转换，不出所料，玛丽再次遭到丈夫的暴力。与此同时，丈夫旁边病态的哭泣。她说这是因为太爱玛丽了。看着丈夫发现了内存卡，玛丽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。第二天，丈夫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带她出去吃饭。玛丽在洗手间偶遇了海拉，海拉告诉她，郑源也在尽力帮她逃离，让玛丽别放弃。看到玛丽虚弱的模样，海拉察觉到事情不对，看到玛丽肩膀上的骇人伤痕，海拉才明白玛丽又一次遭受了家暴。海拉本想再说些什么，但下一刻江仁旭的手下走了过来，玛丽只能跟着他们一起离开。海拉回去之后，把所见的一切告诉了郑源。郑源听后，心中的愤怒无法再压抑，直接冲到江仁旭家想要救玛丽。江仁旭听后不仅没阻止，反而让手下放他进来。他慢慢走到桌前，拿出了800票，决定今晚结束他们3人之间的恩怨。郑源一进屋就开打，他质问为何对玛丽这样做。玛丽在画室听到后赶紧跑出来，一脸恐慌，让郑源快逃。看到两人紧挨着的样子，江仁旭无法抑制内心的狂怒，悄悄地给枪装上了子弹。郑源见状赶紧护着玛丽，紧接着丈夫竟然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头，为了挽回妻子，竟对准自己，宁愿结束生命也不愿分离。在妻子震惊的目光中，他大喊一声开了第一枪。幸运的是，枪里没有子弹。他再次举枪指向自己，看到丈夫还要继续，玛丽吓坏了，扑上去求他放下枪，承诺以后会更爱他。但他仿佛没听见，继续扣动扳机。幸运的是枪没有发射，枪都没中。他在郑源面前得意地炫耀，似乎他和玛丽注定要白头到老。玛丽此刻也不敢反抗，面对丈夫的爱只能点头。在两人对视间，郑源默默地拾起了手枪。如果爱需要这样表达，他也愿为玛丽牺牲一切。尽管实弹的几率很高，郑源还是泪眼汪汪地扣下了扳机。丈夫面露难以置信，郑源扶起玛丽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江仁旭则是瘫坐在地上，真没想到郑源竟然能做到这种地步。而那颗致命的子弹恰好在第5枪的位置。郑源和玛丽刚离开没多远，江仁旭又打来了电话，他拿玛丽的妈妈来威胁，让玛丽选是母亲还是郑源。玛丽刚以为自己能逃脱，心却又沉到了谷底。为了母亲，她只得回头，无奈地松开郑源的手。郑源虽然万分不舍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玛丽远去。但玛丽并未放弃，原来她已经记录下江仁旭昨晚的话，都录了下来，带着录音去咨询律师，询问是否能用来控告江仁旭，控告他家暴和非法拘禁。律师说还需要直接的施暴证据。玛丽在家也明白这一点，于是她又在房间装了摄像头，希望拍到丈夫家暴的证据。几天后，玛丽画完了新画，她打算把画送到画廊。丈夫检查后没发现任何问题，于是这幅画最终到了郑源手里。郑源知道这是玛丽的暗示，但怎么也解不开其中之谜。他触摸油画，发现画中一朵花稍微凸起，急忙用餐刀划开，果然里面有一张内存卡。原来玛丽把丈夫的暴行证据藏在这里，通过颜料封藏在画中。看视频里江仁旭那疯狂的样子，郑源不禁眼眶泛红。这视频绝对能让江仁旭垮台。他约了江仁旭出来，用这个视频要挟他让玛丽自由，整个世界都将知道他的罪行。江仁旭看了视频后怒不可遏，但他也无计可施。晚上他让玛丽做出选择，是选自己还是选郑源。玛丽毫不犹豫选择了郑源，虽然早料到了结果，她的心情还是复杂难受，久久站在原地犹豫不决。江仁旭最后说了那句话，玛丽这才回过神，急忙带着母亲离开了。外面的郑源已经等了很久，玛丽的世界从这一刻开始变亮。可没过几天，丈夫又打电话过来，他想在离婚前再见玛丽一次，如果玛丽不同意，他就不同意离婚。他把内存卡贴在画上，再用颜料封起来，将其藏进了画里。内存卡里装的全是她丈夫的犯罪证据。玛丽终于能摆脱丈夫的控制，和郑源开始无忧无虑的生活。但喜悦才持续了2天，丈夫又打电话来，他
他想在离婚前最后见玛丽一面，如果玛丽不答应，他就拒绝离婚。无奈玛丽只能去见他。两人在第一次约会的餐厅见面，可能是感觉到玛丽即将离去，平时暴躁的丈夫这次放低了姿态，心平气和地与玛丽对话。他始终无法想象未来没了玛丽的日子会怎样，所以他请求玛丽再给一次机会。这样的承诺，玛丽已听过无数次，最初是满怀希望，最终却步入绝望。玛丽真的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，丈夫心里虽然不舍，但还是让玛丽离开。他们一起开车去办离婚。这时玛丽的手机响了，丈夫把玛丽的包扔到后座，他决心让玛丽离开。在这最后的时光里，他不想让郑源再打扰，但玛丽的手机又响了。丈夫的怒火再难抑制，急转弯离开了原路。他带玛丽到郊外，问玛丽是否真的爱过他。玛丽心疼的说出了那令丈夫绝望的话。她知道丈夫的所谓爱，不过是因为愧疚于他母亲，因为她长得像他母亲。丈夫泪流满面，他承诺以后会真心爱玛丽。为了不受玛丽长相的影响，丈夫拿出手枪对准了饮料，多亏玛丽及时阻止，丈夫得以保住性命。玛丽赶紧求救，丈夫很快被送医。醒来的丈夫疯狂地寻找玛丽，此时的玛丽在街头茫然游荡，郑源到处找她，最后在街头找到了玛丽，随后把她带回了家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江仁旭走出了警局，原来他揭露了父亲的官商勾结，父亲的商业帝国因此崩溃，这就是他对父亲的报复。如果不是那个残暴的父亲，他的母亲也不至于走向绝路，他也不会沦落到现在这般境地。做完所有这些后，江仁旭感到心无牵挂，他现在只想与心爱的人长相厮守。于是他前往郑源的家，又一次带走了玛丽，给郑源打了个电话，让他亲眼看见两人的爱。他从后面紧紧抱住玛丽，然后把枪口对准了玛丽的心脏，这样他们的心便能连为一体。正当他要扣动扳机的瞬间，脸上的伤口又一次剧痛袭来，玛丽抓住机会挣扎摆脱，这一过程中不慎伤到了自己。郑源听到枪声后拼命往楼上跑，见到玛丽安然无恙，郑源冲过去紧紧抱住她。但就在此时，泳池里的江仁旭又站了起来，他将枪口对准了郑源。玛丽见状立刻挡在郑源前面，看着玛丽缓缓倒下，江仁旭痛苦万分。大批警察紧随其后，一声枪响响起，这个曾经拥有一切却又似乎一无所有的男人终于离开了这个世界。玛丽经过医生紧急救治，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从此与郑源开启了新生活。故事到此画上句点，我们下部电影再见。